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并木良和所著的《为了迎接最好的离世方式，必须过上最好的生活》这本书。如果有人问您对现在的生活是否已经感到极度满意，或者如果有机会改变人生，您是否想要改变？大多数人可能会对后者回答是。不过，许多人可能会认为，人生并非总是如我们所愿。改变人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。实际上，改变人生非常简单，只要您下定决心，时间并不会花费太久。既然我们有幸出生在这个地球上，就应该尽情享受当下的生活，玩得尽兴，学得透彻，直到心中不再有任何遗憾。让我们实现这样一种生活方式，在结束人生时，能够满足地说：“我已经足够满意了。”在如今这个变化快速的时代，许多事物在短短几年间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我们不再需要为了生存而勉强自己去做那些压力重重的事情，而是可以建立一个系统，让我们在做真正想做的事情的同时，活得更加自由，一个没有遗憾、充满乐趣并让人感到极度满足的人生。这样的生活将让我们在最后时刻获得最好的体验，享受最美好的离世方式。我们现在的生活会回归到另一个主要的世界——灵界。所谓灵界，指的是我们从地球回到的那个地方。至于具体如何回归，我稍后会解释。如果您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尽情享受属于您的最佳人生，并感到满足，那么您将为自己的人生画上圆满的句号，进入另一个世界，也就是死亡。也许有人不愿意去思考死亡，但去思考、学习死亡之后的世界，并不会带来任何损失。了解死亡是什么，死后的世界是什么，会让我们的人生更加完整。读完本书后，你会发现自己对死亡的概念发生了改变，意识也变得更加轻松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全人类为了迎接最好的死亡，应该知道的是；第二，唯一可以带着前世记忆转生的方法；第三，让我们谈谈如何以最佳的方式离世，以及应该如何度过最好的一生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全人类为了迎接最好的死亡，应该知道的是，实际上，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就已经在走向死亡。虽然死亡似乎是遥远的事情，但时间飞逝，转眼间1年就过去了，是不是感到惊讶？因此，我们可能会比预想中更快地面对死亡。作者认为，我们其实都已经经历过多次死亡，只是我们完全忘记了这些体验。我们从这个世界去到另一个世界，又从另一个世界回到这个世界，这种轮回转世已经重复了无数次，甚至让人感到厌倦。我们可以说是死亡的专家，然而很多人仍然害怕死亡，并觉得它是沉重的、可怕的。这种恐惧往往来自于一种错误的观念，即认为死亡意味着一切的终结，认为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世界就是全部。因此，当想到从这个世界消失时，人们自然会感到恐惧，甚至想紧紧抓住当前的世界不放。然而，我们并不是只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生命体，死亡并非终点，而是我们存在形态的一种转变。我们离开这个物质世界，成为灵魂，进入被称为灵界的精神世界。作者将这种转变描述为，就像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，并不是可怕的事情，那是一个非常平和温暖的地方。我们将在那里度过一段幸福的时光，直到我们再次转生为新的肉体。因此，如果你害怕死亡，可以试着想一想，即使我不记得，我已经多次经历过死亡，我是死亡的专家。您内心深处曾经经历过死亡的记忆可能会被唤醒，对死亡的恐惧也会逐渐减弱。作者并不是从其他地方获取信息，而是因为他自己亲身经历过死亡、死后世界以及转生，他还保留着那些记忆。作者表示，他已经多次经历了轮回转世，他还记得其中一些人生中的死亡瞬间。在本书中，他详细描述了这些体验。
我们或许听说过有些人分享濒死体验时，描述自己从上方俯视躺在床上的自己，或者逝去的亲人前来迎接他们。作者在结束过去的人生时也有过类似的体验。据说，当他接受自己的死亡，并将意识集中在那一瞬间时，他感觉自己被一股舒适的感觉包围，然后轻松地从肉体中脱离出来。这种体验让他感到非常愉快。反过来说，如果灵魂在试图脱离肉体的瞬间还在抵抗，心里想着我还不想死，那么原本应该是舒适的死亡过程，就会因为灵魂与身体的拉扯而变得痛苦。然而，如果明天就要死去，大多数人还是会产生抵抗心理，觉得我还不能死。这通常是因为我们内心还有未完成的愿望，或者对过去某些决定感到不满和后悔。只有当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做了足够多想做的事，度过了幸福的人生，才会心满意足地轻松离开这个身体。很多人害怕自己的存在消失，害怕自我不复存在，或者因为不知道死后会发生什么而感到恐惧。这些恐惧其实是可以现在就解决的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唯一可以带着前世记忆转生的方法。实际上，死亡并不会让我们真正消失。作者说，即使我们从这个世界前往另一个世界，我们的自我仍然会继续存在，性格和个性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。死亡之所以让人恐惧，是因为它是未知的。作者还指出，我们在出生前不仅决定了寿命，甚至连死亡方式也早已确定。我们会在出生前考虑清楚这一生要经历什么，以及学习这些经验需要多长时间，然后再投胎出生。例如，如果我们认为要体验这些事情大约需要60年，那么我们就会设定自己的寿命为60年。当然，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比预期更早地完成这些任务。因此，每个人都会为自己准备几个可能的死亡时间点。有些人可能会为自己设定50年、60年、70年、80年这几个时间点。甚至有些人最多会设定7个死亡时间点。不过您可能会有疑问，一开始就想短命的人应该很少吧？为什么有人会选择短寿，而不是在完成任务后继续活下去呢？这背后也是有原因的。首先，我们要明白，这个世界并不是我们应该长时间无意义的停留的地方。实际上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是暂时的旅行，而我们的本体是在灵界，这个世界只是一个暂时的地方。完成任务后，我们应该迅速离开。我们的寿命和死亡方式也是在出生前就已经决定的，而您如何生活，将决定您最终会选择哪种死亡方式。如果您完成了自己设定的任务，尽情享受了人生，那么任何时候离开都是可以接受的。您可能会好奇，为什么大多数人无法记得过去多次转世的人生呢？当我们经历死亡并脱离肉体进入灵界时，在那段时间内，我们会治愈前世所受的伤害，并整理各种混乱的记忆。当我们彻底恢复并充满能量后，我们会选择下一世的课程和出生的地点，然后重新转世。不过，这仅限于那些进入灵界的灵魂。前面提到的死后世界是灵界，但更准确地说，死后世界还包括一个叫做冥界的地方。过去灵魂在脱离肉体后，通常会先进入冥界。在冥界中，有一种存在会审判这些灵魂，指出他们的过错，并施加罪恶感和惩罚的概念。然而，当灵魂在冥界受到这些审判后，他们的前世记忆并不会被整理，也无法治愈其内心的创伤。作者提到，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的地狱，但做坏事会下地狱，或生来带有原罪等教义，正是源于冥界中发生的这些现象。如果灵魂陷入了冥界的陷阱，他们将无法为下一世做准备，而是在一种混沌的、仿佛失忆的状态下进入新的肉体。这就是所谓的轮回。大多数人由于多次经历这种轮回，最终会开始质疑自己生命的意义，觉得自己从未体验过死亡。死亡对他们而言是未知的事物，
因此他们会产生诸如为什么我要出生？为什么我出生在这里？我前世是什么？等疑问。尽管轮回转世这个词常被混用，但其实轮回和转世是完全不同的概念。当灵魂进入灵界时，前世的伤痛会被治愈，记忆会被整理，他们会彻底恢复，并选择下一世的出生地点。这个过程就叫做转世。在新的人生中，灵魂会带着前世的记忆和学到的经验继续生活。因此，为了不失去这些记忆和经验，关键是要进入灵界而不是冥界。选择进入灵界，进行的是转世而非轮回。宇宙中确实有一些孩子带着前世的记忆出生，他们是经过转生而不是轮回来到这个世界的灵魂。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进入灵界而不是冥界呢？其实方法很简单，那就是在生前决定，死后要去灵界。作者提到，现在冥界几乎已经消失了，只要您决定去灵界，并尽量无怨无悔地度过一生，就可以毫无迷惑地进入灵界。之后您会在灵界得到治愈，并以转生的形式重新开始新的人生。这样一来，您将以明确的认知开始新的生命，不会再有我为何出生、生存的意义是什么这样的困惑，而是知道我一定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来到这里，我是因为某些原因而出生在这个地方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您现在就决定将来去灵界，那么即使转生后，您也能记住现世的一部分经历。无论您转生多少次，只要您还记得自己曾经存在过，那么死亡就不再等同于自我消失。接下来是第三部分，让我们谈谈如何以最佳的方式离世，以及应该如何度过最好的一生。当您的人生即将结束时，您的生活方式将决定您将如何度过这一生。在我们出生之前，我们决定了这一生中要体验和学习的内容，以及我们出生的地点。我们还会预估完成这些人生课程需要多长时间，并设定几个寿命选项和几种死亡方式。最终，您选择哪种死亡方式，取决于您的灵魂在这一生中成长的程度。如果您完成了在世的使命，并且过着无悔的人生，那么您将会有一个最好的死亡方式。如果未能完全实现人生目标，您的死亡方式也会因此而不同。那么，如何过上无悔的人生呢？这里有一些小技巧，试着每天都带着这种意识生活。今天是我人生的最后一天，这并不是一种消极的心态，而是一种珍惜自己的生活方式。认为今天是最后一天，意味着你会100%地专注于现在，全力以赴地活在当下。因为明天未必会来，明天的到来并不是保证的，所以我们要珍惜今天，让每一天都过得无悔。这正是我们要做的。比如，当你想对某人表达感谢时，不要想着明天再说吧，或下次见面时再说，而是立即表达出来。因为你无法保证自己或对方一定会有明天。不要让自己后悔没有在当时说出谢谢。这种生活方式一旦成为习惯，您就不会因为错过机会而感到遗憾，也不会因为没有行动而后悔。减少这些遗憾，意味着您能更好地珍惜自己的人生，并在灵魂宁静中完成转生。越是重视自己，死亡的方式就会变得越好。我们无法回到已经结束的过去，也不能活在尚未到来的未来。我们活着的，只有此时此刻的这一瞬间，即使顺利地迎来了明天。当您站在明天的那一刻时，它也已经成为了现在。我们活着的，就是一连串的现在。如果您不想后悔，就要专注于当下，专注于自己的生活。其实很多人并没有做到，许多人经常陷入负面的遐想，担心那些尚未发生的事情，或是回顾已经过去的事，想着为什么当时要那样做，或者如果我当时没那么做，现在可能会怎样。还有的人在工作的时候会想着周末要去哪里，将意识飞向了现在之外的地方。您在想着过去或未来的时候，当前的现在就这样悄悄地从您身边溜走了。虽然我们知道思考过去或未来是徒劳的，
但作为人类，我们不可避免的会后悔过去，忧虑未来，从而陷入迷茫和痛苦。当您意识到自己在飞向过去或未来，并产生负面情绪时，请记住，这些并不是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情。因此，现在这一刻是没有问题的。只要专注于当下的这一瞬间，您就能从所有的迷茫和烦恼中解脱出来。这也是佛教的教义，即释迦牟尼的教诲。如果您想要实现最好的生活方式，答案不会在过去或未来找到，存在的只有此时此刻，因为只有现在才存在，意味着所有的一切都在当下。如果您能专注于当下的这一刻，您就会清楚地知道该怎么做，该如何行动。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一直专注于当下很难，事实上，几乎没有人能自然而然地做到这一点。因此，要想专注于当下，需要进行意识的训练。作者说，他从守护灵那里学到了这种训练方法。这个方法非常简单，就是有意识地做每一件事。比如刷牙时的步骤：拿起牙刷，把刷毛稍微弄湿，取牙膏，拧开牙膏盖，挤牙膏，盖好牙膏，开始刷牙。每一个细小的动作都要有意识地去做，甚至连我们通常不太在意的呼吸，也要有意识地去感受。不仅要想着我现在在呼吸，还要想我正在呼气，我正在吸气。每一步都要仔细地意识到。如果您能这样有意识地进行每一个动作，您就会一直专注于当下，从而不会去想其他的事情。换句话说，这意味着您将没有时间去烦恼。因为当我们的意识到处乱飞时，实际上是因为意识处于空闲状态。正因为有空闲，我们才会有时间去烦恼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能够烦恼可能也是一种幸福。例如，一个从早到晚都在工作，同时还要照顾孩子和做家务，每天都有许多事情要做的人，可能就没有时间去担心未来或为过去的事感到后悔。有烦恼可能是一种奢侈，但这并不是说烦恼就是好的，而是因为意识在空闲时容易四处游荡。因此，我们要好好的专注于现在这个宝贵的时刻。为了过上更少后悔的人生，我们需要进行意识训练。当您能够有意识的行动时，过去或未来的意识会逐渐转向现在。一旦这种状态变成习惯，您就不需要刻意的去专注于当下，因为您将自然而然地活在当下。这种转变会带来巨大的变化，尤其是您的能量。当您过去把能量浪费在对过去的后悔或对未来的担忧上时，您的整体的能量就会受到影响。而当您完全专注于当下时，您将能以100%的能量存在于此刻，因此您的精神状态也会显著提高。相反，如果您不能将所有的能量投入到当下，那么现在的您就是不完整的，这必然会导致后悔，而这种后悔会进一步消耗您当前的能量，导致您在每一个现在都是不完整的。当下的您是由一连串的现在构成的，如果现在是不完整的，那么未来的人生也会由这些不完整的现在堆砌而成。您觉得这样的生活会让您满意吗？作者提到，他相信轮回转世，并记得自己在过去的生命中体验过死亡。他认为，我们应该在每一个瞬间都专注于当下，甚至在面临死亡时也是如此。不要让意识散漫到未来，去担心死亡时会痛苦，害怕未来会怎样，而是要专注于当下的这一刻。如果您能以100%的能量活在当下，那么您将保持这种连续的现在的状态，直到您意识到自己轻松地脱离了肉体。无论在任何场合、任何瞬间，甚至在死亡临近时，您都能专注于当下，这样您就能创造出最好的现在，让最好的现在持续下去，从而过上最好的生活，并迎接最好的死亡。那么，让我们现在就开始专注于当下吧。最后，我想通知大家一下，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——学识 Plus。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，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。
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